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恰的频道。今天的影片是整个系列的第3集，主要到2个景点，一个是吴哥花园，另外一个是到吴哥国家博物馆。那我们在出发前，先来逛逛我们这次住的度假村。这是在暹粒，3天都下榻在 Main 集团的美因海味赫拉拉雅，名字有点绕口。度假村的正门进来很气派，一到度假村就有好多工作人员站在刚刚的长廊问候。走进来后也有迎宾饮料，那在大厅有撞球台可以玩。这里则是度假村的餐厅，左手边就是游泳池，右手边那栋则是按摩的地方。很棒的是，每天都有提供30分钟免费按摩，而且这边按摩的是老师傅，手劲相当好。按摩完之后还附上水果盘和热茶。另外每天早上的早餐也很好吃，值得来的一个度假村。那先让我们进到里面逛逛整个度假村的园区吧。这里整个的氛围做得很像大公园，每一栋木屋就是一个房号，很传统的柬埔寨风格。走在这里面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。好啦，大概看到这边，想来的朋友可以再上网查看看。那我们接住到第3天的景点吴哥花园去吧。这个地方是今年改名字叫做吴哥花园，之前都是叫做柬埔寨民俗文化村，很像台湾的九族文化村的感觉。票价的话，外国人是2万瑞尔，大概5块美金左右，还蛮便宜的哦。在进票口之后，后面有2个展览厅可以参观，一间是展示小型模型和器具，另一间则是蜡像馆。像这里就是摆放很多柬埔寨人会用到的器具，还有一些动物的标本。另外就是后面这座墙上的壁画和右手边的这个展示柜。墙上的壁画就是说明古代高棉王朝的兴盛，右边这里则是高棉人如何建出伟大的吴哥遗址。整体上的模型做得很精致，人物表情和动作刻画都很真实。接着是蜡像馆的部分啊。这些应该是属于印度教文化的东西。在这里。再来就是柬埔寨各个族群的生活方式雕像。柬埔寨境内大概有几个民族，以高棉族是最大宗，占总人数的80%左右。另外民族有赞族、普隆族、老族、泰族、斯丁族等等。另外也有华侨，大约有70万人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周达官，是元朝时来柬埔寨的中国外交官员。那天在吴哥窟时，导游也提到，因为柬埔寨和占婆有战争，所以曾经要求中国一起出兵帮忙。那这个就是赞族人了，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。库隆是柬埔寨。这个是少数民族库隆人。蒙古基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到里面看看吧。唱歌。在一开始时就有这样的乐队表演，赶紧都内的一些。在吴哥景区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乐队，大部分是由一些残疾人士组成，大家看到也支持一下。接下来的这整区呢，很像台湾的小人国乐园，他们把柬埔寨各个有名的景点做成小模型。这个是乌洞山，还没有时间去玩呢。眼前的这个建筑群就是金边王宫了，王宫内部有好几个建筑组成。在整个系列影片的最后一集，我们也会造访真正的王宫，带大家一起亲身经历一下。那再来的这个则是柬埔寨国家博物馆，也是在金边，里面放很多国家文物，位置就在金边王宫的后面，很接近，很气派的一座建筑。在逛到一半时，我们发现里面还能玩射箭，还蛮便宜的，10发只要1.25美金。多人吗？
马上手刀进去玩看看。刚来的时候还没什么人，里面也有小卖部，想休息喝水的可以停留一下。那在开始之前，小哥也会先示范一次，提点一下动作要拧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射了。那我们先让女士优先。换我来试试看。真的蛮好玩的，推荐大家玩玩看。那在我们要离开时，已经有好多游客了，很多人。接下来的部分是园区内的几个主题区域。景点内按照柬埔寨的民族分成几个区域来呈现。那每个村落都有一个表演舞台。我们来的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有表演，大家可以再注意看看。但是这景点也是蛮好逛，也很好拍照的了。像这区是柬埔寨的水上人家，里面的鱼养得又大又肥，另外也有租借高棉传统服饰来拍照，有几组本地人就穿住礼服在拍照，很漂亮哦。当天附近也有寺庙在诵经。看地狱啊！这个呢是因果洞，放一些地狱的样子，有兴趣的朋友再去看看吧。在这个景点的最后是状元楼，翻译很有意思。果然，状元楼就是个大户人家，整座房子都相当大气。是啊。那我们就走走看看状元楼内部长得什么样子。以上就是5个花园的部分，接着我们去一间咖啡厅用餐。这间咖啡厅是 The Bell Cafe， 地点位在5个国家博物馆对面。里面长这样子，大家可以看看。我觉得里面给人的感觉就是很 chill， 可以坐在这边悠闲的喝着下午茶之类的。那我们来看看菜单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快转咯，大家看个大概。料理很多种，那我点了一份意大利面和炸鸡肉，是好吃的。吃饱喝足了，可以上路了。再来，我们到了5个国家博物馆参观。柬埔寨有2个国家博物馆，一个是在金边，另一个在暹粒。在暹粒这个呢，大致上存放5个遗址的文物，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看，尤其是前一天去到吴哥窟旅游的话。那门票的部分，1人12美金，也有导览机可以租借，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那这个博物馆的主题展厅共有8个，围绕在柬埔寨的历史、吴哥窟、吴哥城、高棉王朝文化等等。第一个展厅里面收集了5个遗址内的佛像，超级多，每个时期的佛像都有陈列。那进去参观之前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，就是在入口处有一个类似抽签的墙面，前面放有一个签筒和各种签丝，和台湾寺庙的求签很像，从签筒摇出一支，然后拿签丝。以前来的时候还没注意到，看来是比较新的活动。求签呢？我们大概抽了一下，然后看签诗的内容还真的有准到。阿弥陀佛。有兴趣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。再来是第一座展厅，
这边可以摄影，但是不能开闪光灯，全部都是佛像，很庄严肃穆的感觉。那这里开始就是介绍高棉历代的历史，也放了很多大型的石雕像。那这边的雕像蛮有特色的，感觉和埃及人好像。那这个是象头神，是印度教信仰中的智慧之神。柬埔寨在吴哥时期也是信奉印度教，直到近代慢慢变成小乘佛教。这个石柱也很特别，上面雕满了人物，应该是放在庙里面一个特别的位置。那这个又更特殊了，大家看看样子，觉得是什么？以前大学在修通识课提到东亚政治文化时，说人类的信仰有分几个阶段，图腾崇拜、偶像崇拜之类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形状崇拜，崇拜生殖之神。这个样子呢，就是男生的生殖器，也是蛮特别的意象。在展览厅内，经常发现这种裸上身的女性雕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在吴哥遗址内也经常看到。知道的朋友可以交流交流。那这个是 Naga 了，到处都看得到这个多头蛇的雕像，有的佛像也是坐在这个上面，是柬埔寨蛮标志性的文物之一。那现在是另外一个展示厅，放很多门楣或是石柱。在这些门楣或是石柱上，通常都有一个信仰故事在背后。这个做工也很精细，但是什么故事就要用导览机听听看了。和泰国看到的三头象神也是有关系。那逛完2楼的展厅之后，会有一处休息区，不要忘记在1楼也有几个展厅可以参观。1楼的展厅也是相当有看头。1楼的这个展厅是陈述吴哥遗址的建造和历史，有很多海报做得很精致，从历史文化和天文地理的角度来切入。那中间正在放映一个影片，相当炫炮。影片结束后，展厅正中间放了吴哥窟的模型，一半是外观，一半是内部透视的样子，超级酷。在展厅之间也放了几个大型头像，各种神像之类的。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文化展厅，是高棉文字。在某些石柱上也是写满高棉文字，内容应该是一些经文吧。那最后的展厅是高棉服饰。这里的衣服、帽子、裤子。走了。不晓得为什么女性雕像都没穿上衣，蛮特殊的传统文化。好了，那这部影片就介绍到这边了。之后我们再到金边去玩咯，大家拜拜。